结婚5年，我始终未能怀上孩子，一直以来我都认为是我自身的原因，于是我瞒着老公去医院做了检查，也不间断的吃着各种调理身体的汤药，但就是没有效果，因此我每天郁郁寡欢，茶不思饭不想。老公看出我的心事后，一把抱住了我，开口道，如果一直没有孩子，我就把你当女儿养。我感动哭了，庆幸自己遇到了一个这么好的男人。除了暂时怀不上孩子，我们的生活简直可以用完美来形容。然而我所谓的完美生活却被一个带着孩子上门的女人打破了。今天如往常一样，我坐在客厅看电视，老公正在厨房给我做我爱吃的红烧肉。突然一阵敲门声，我以为是取快递的来了，打开门去，看见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领着一个小男孩。我疑惑地看着她，以为她走错了门。这是赵贺家吧？美女张口问。请问你是？美女张嘴刚要回答，却被拿着铲子急匆匆地走过来的赵贺打断。妍妍你怎么来了？老婆，这是我小姨家孩子，我表妹。赵贺帮我介绍道。女人说，嫂子好，我是妍妍，孩子他爸早早去世了，我们娘俩命苦，现在无依无靠，只得求了大姨来请你们帮忙介绍个工作。我看向老公一脸疑惑，他老家不是我们本地的，一个偏远山村，我跟他结婚5年也只去过一次，他们那边家都有3、4个孩子，他堂表兄弟姐妹确实很多，我只记得2、3个。爸爸，孩子在看到他之后更是直直的扑了过去，我心里一惊，难道是赵贺在外面的私生子？小三领着找上门了。我转头怒瞪着赵贺，要他给我一个解释，可小表妹马上就笑着拍了一下孩子的头，哎呀，你这孩子怎么挨着谁都叫爸爸？然后转头对着我抱歉的笑道，对不住了嫂子，这孩子从小没了爸爸，看见我们家那圈亲戚里的年轻男人都叫爸，尤其是贺哥，这么多年也很识照顾我们。他说完看了一眼赵贺，原来是虚惊一场，哈哈，是啊，那个什么，饭做好了，咱们边吃边聊吧。他搓了搓手，一把抱起孩子，一手轻抚着他的后背，然后交到表妹怀里，那动作熟练的仿佛做了千百次。吃过了饭安顿好了他们娘俩，我拉着老公来到书房，到底怎么回事？还有那小孩子竟然叫你爸爸，还有那个表妹一晚上又给你夹菜又给你挑鱼刺，我憋了一晚上了。虽然表妹解释过了，但我看着他们之间的互动，心里还是很不是滋味。哎，我的好老婆，我是他哥，再加上他有求于咱们，肯定要先殷勤嘛。现在这社会光靠脸蛋有个屁的用，哪有我老婆厉害？公司一把手，看看咱家这大房子都是你的功劳，老公最爱你了。再说之前我确实也不知道他要过来，就是我妈跟我提过一耳朵，说姨妈家的女儿想来大城市找工作，可能到时候要请我们照应一下。你看我也不好驳老人的脸面，再说他一个人带着孩子也怪可怜的。老婆，如果你心里真的不痛快，你一句话，我明天就给他们买车票送回去，咱不管了。甜言蜜语，长对伦理被他这样一说，本来我要发脾气的话也被堵住了，既不好伤了亲戚的和气，又不能把这孤寡母的真的撵出去。虽然他们不是我的责任，但是赶上了，能帮一把就帮一把，谁还没有个落难的时候呢？我心里盘算着，能给他找个什么样的工作，既能养活他们母子，又能照顾孩子，可能后续还要介绍对象，毕竟一个女人带着孩子，在一个陌生的城市还是很难的，于情于理，她也应该重新开始一段新的生活。哎，我去阳台吹吹风吧，今天实在是太闷了。我笑着打了他一下，然后打开笔记本开始工作。等我打开笔记本开始工作，当我工作了半天，口渴想接杯水的时候，我突然从客厅的落地窗看到阳台上他模糊的身影，难道他还没回去睡觉，一直吹冷风吹到现在？待我走近，那个模糊的影子却突然变成了2个，还紧紧地挨着。老公，我疑惑地叫了一声。看到我的声音，那原本紧密靠在一起的声音迅速分开。赵贺扭头看见我，愣了一下，又马上笑道，老婆你怎么出来了？这才看到他的身侧还有个人，竟然是今天晚上才来到家里的表妹。表妹有些不好意思地冲我笑了笑，走过我身边，却别有深意地看了我一眼。他呀，真跟我诉苦呢，怕你不愿意帮忙，毕竟这么远的亲戚，平时也跟咱们没什么走动，说怕给你添麻烦。他在。我走过来，揉着我走回房间，你们聊什么不能在客厅聊？还有他穿的那是什么衣服？还有怎么好像还有抓痕？我的小祖宗，老公心里只有你一个人，他一个跟我有血缘关系的表妹，你管他呢？我当时没多想，回房就睡了。第2天，我是在一阵笑声中醒来的，走出卧室一看，老公坐在餐桌前给孩子喂粥，表妹正在笑呵呵地看着他们，而孩子的小手指着够不着的一盘肉要着吃的。我的心一沉，老公听到开门声抬头看见我，赶忙站了起来，你醒了，是不是我们吵到你了？快来坐下喝点粥，表妹熬的皮蛋瘦肉粥，你肯定喜欢。我压下心里的异样感，心里宽慰自己，他们是表兄妹，不能因为自己多年没有生孩子就对别人有想法。再说她一个女人带孩子出来找活也不容易，尽快帮她找到工作，安顿好才是正经事。我平复了一下心情，笑着说，我先去上班了，顺便帮表妹问一下工作的事。可是当我找了一圈的朋友同事熟人但是基本上都符合她的时间和照顾孩子的需求时，她的态度却变了。哎呀，这个地点太偏了吧，哎呀，这个工资太低了啦，哎呀，这个时候有点辛苦了，你肯定也不会愿意做的。哎呀，还有这个，看着旁边孩子还在看着我们的份上，我都想把这一路公司剪接都甩他脸上去。地点偏你不会就近租个房，工资低你什么学历，心里没点数吗？嫌辛苦还把我也拖下水，要是少钱多离家近，你是985还是211？老公叫我脸色不好，忙上来打圆场。哎，找工作确实是要好好斟酌的，这个也不急于一时。老公揉着我，
悄声在外耳边低语，老婆你别跟他一般见识啊，你辛苦了，一会老公好好伺候伺候你。我瞪了他一眼，但是被他这一打岔，心思也平静了下来，可能确实是我没体谅他带着孩子的辛苦。刚要说两句别的缓和一下气氛，余光却扫到她恨恨地盯着老公揉着我的手，那表情一闪而过。我再仔细看的时候，却转头给孩子擦鼻涕去了，是我多心了吗？就这样，表妹带着孩子就在我家住了下来。除了上次我给她推荐的几个她不满意的工作，我陆陆续续又给她找了几个，可是她总有各种各样的理由，搞得我也很火大，所以我先不管她了。老公也安慰我说，家里这么大，每周2次保洁也是几个月，那还不如就先让表妹干着，1日3餐外加收拾卫生，孩子也吃不了多少。咱们也当做好事，先这样让他做着，等他找到合适的工作。我家是挺大的，屋子也多，可是毕竟还是在一个门里，楼上楼下有点什么动静，听了也很清楚。可家里多了2个人，我再也不敢跟老公在家里像以往那样闹腾。几次3番压抑之后，我索性也就不过。老公见我不开心，也不敢惹我，倒是比以前收敛很多。可是就在这一天，还是让我发现了不寻常的地方。本该在公司开会的我，因为一份文件落在家里，而急匆匆的回家来的。可我用钥匙，却怎么也打不开门，门好像被人在里面反锁住了。我开始敲门，终于过了10分钟那么久，里面的人终于把门打开了。客厅里的电视声音开得很大，小孩子坐在地板上，一边玩着小汽车，一边看着动画片。头发有些凌乱的表妹的出现在门里，还扯了扯着巴巴的睡衣，对我说，哎呀，对不住小嫂子，我睡着没听见。我着急拿文件走，也就没跟她计较。可是我路过卫生间的时候，却感觉有人在里面。我家卫生间的门是磨砂的玻璃，看不见人，但是却模糊可以看得见影子。我正要推门进去看看，表妹却一个闪神挡在我前面。那个，是我的。我懵了，他的什么男人？他竟然往我家里陌生的男人！我压住心里的怒气，撤回了推门的手，转头拿文件就走了，一边开车一边给老公拨打电话，但是电话那头却始终关机。过了好一会儿，他终于都回过来了。哎，老婆，怎么了？刚刚电梯里没信号，没有收到你的电话。我一听见他的声音，也顾不得是在办公室，我干公室了，忍不住提高了声音。你表妹竟然往我家里领男人，你知道吗？是吗？那我可得好好说说她，这办的叫什么事呢？可真是太不懂事了。老公站在我这边，跟我一起数了他的不对。我告诉你，你赶紧给他找个工作，快点搬出去，实在不行，先去给他租个房，这个钱我认拿，我再也忍受不了他在我的房子里继续住下去了。我气得直拍桌子，我好心好意收留你，管车，还忙前忙后的帮他找工作、找房子、联系幼儿园，他竟然称我们不在家，往我家里陌生的男人，这丢不丢东西不说，心里隔音的要死。晚上我回到家，看着家里哪里都觉得别扭，也不知道那个陌生的男人都动过我的什么东西。我只打了声招呼，就回房间休息了，晚饭也没吃。可就在我躺在床上的时候，我的手摸到了一个东西，在2个枕头的缝隙里，赫然出现了一个小小的塑料片。我太熟悉这个东西了，是那个撕掉的那一小条边，而我确定那不是我们用过的，因为我昨天晚上才刚刚换过床单。我的心疼地点着了一把火，我捏着那条边准备出去找他算账。我已经顾不上什么亲戚情面了，我拿你当亲戚，你拿我当傻子耍呢？可我刚刚拉开门的手就顿住了，整个人像被定住了一样。表妹手伸进矽胶盆里试着水温，而水盆里正是我老公的脚。这时的我突然像被打通了任督二脉一样，灵光一闪，一个孩子见面了就会喊一个很久不见的远方亲戚爸爸，一个女人会在没打招呼的情况下去陌生城市投奔，而一个女人在什么情况下能心甘情愿的给一个男人洗脚？难道白天的那个男人说老公，所以我打他电话才会打不通？过了很久他才给我回过来。这些念头一起，我的心如同被重锤狠狠地击中了一般，身子晃了晃，险些跌坐在地上。我脸色发白，指尖颤抖的几乎握不住门把手。但是现在只是我的感觉和猜测，心里一旦撒下了怀疑的种子，再去看他们的时候，我竟然看出了一家3口，其乐融融温馨的感觉。一家3口，看来我捉奸都不用了，直接一个亲子鉴定不就搞定了吗？我咬着牙把拉开的门又轻轻地关上。我知道我把我心里的门也关上了，除非我能找出证据来证明我错了。我记得我好友里真的有这么一个相关机构工作的人，第2天我就联系了他。接下来的事情就简单了，我只需要准备2根带毛囊的头发交给他就行。先说好，没有本人的同意，我们不能出去书面的报告给你，只能以朋友身份通知你结果。没问题，报告不报告的无所谓，有结果就行。可是等结果的这一天里，我的心气上8下，一会回忆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觉得他不可能背叛我，一会眼前又晃荡的表妹在沙发边给他洗脚。终于在快要下班的时候，鉴定机构打来了电话，结果出来了，王小姐。我打起精神，很抱歉王小姐，亲子鉴定结果为标本 DNA 不匹配度程度较高，不具血缘关系。我愣住，心里却松了一口气。王小姐，那边的人问的小心翼翼，估计知道这种通托做亲子鉴定的都是遇到了。我反应了烦心事啊，没事，谢谢你了。我挂了电话，心里激动的有些发颤，是我错怪他了，也错怪表妹了。我马上打电话订了个豪华大餐，太好了，他并没有背叛我。我心冲冲的回到家，准备开车接他们一起去吃饭，可以打开门，客厅却一个人都没有。奇怪，这个时候老公也应该下班回来了，冬天的门窗都关着的。我从外面进来，暖融融的屋子里好像弥茫着一股什么味道。老婆你回来了，今天怎么这么早？老公从卫生间走出来，头发上还残留着失落的水汽。小嫂子回来了，表妹。
我被确实从房间走出来，整个人懒洋洋的。我刚刚被鉴定中心安抚过的内心又开始躁动不安。亲子鉴定只能证明孩子不是他的，可看着眼前的2个人，我是不是放心的太早了？经历了这几天的心理折磨，我好像也淡定了许多，但是心里更坚定了要调查到底的想法。也许事情并不像我想的那么简单。周六我特意抽了1天时间，带表妹和她儿子去逛街，美其名曰她来这么久了，我这个当表嫂的还没有给孩子买点什么，有人要白白给他儿子花钱，他自然高兴的答应了。而我当然要把赵贺也带着，拎包拿东西不说，主要我不能让家里有人。我们在商场里转了一大圈，从头到脚我都给他买了几套，再加上孩子的，花了1万多，当然是刷着赵贺的卡，但是看得出他一点都没有心疼的感觉，反而还不停地问孩子这个机器人要不要，那个遥控飞机喜欢不喜欢，那感觉怎么说呢，像是在弥补，反正也是花了我的钱。他就说，但我并不在意这点小钱，到时候水落石出了，我让你们怎么吃进去的，怎么再给我吐出来。短信叮的一声，老板安装完毕，钥匙放在阳台第2盆花下面了。我合上手机，今天就到这吧，咱们回家。一家人大包小包的领回家，我故意接了个电话，然后歉意的告诉他们公司要出差1周。赵贺的眼里流露出不舍和不易察觉的一丝轻松，而表妹的眼里则是藏也藏不住的高兴。也难怪，因为他还要控制自己的表情，违心地说，你在外面要照顾好自己，家里的事不用操心。我不操心，我就怕我在你们偷偷摸摸的不够刺激。事实上我哪也没去，我找了一家酒店，把手机里的监控画面投屏到电视上，然后找了闺蜜一起吃吃喝喝。你怎么有时间找我混吃混喝来了，拼命3郎小姐。闺蜜调笑我，是啊，我自打跟赵和结婚后跟打了鸡血一样，我怕他在我家亲情的时候那边抬不起头，所以我努力的赚钱，我们的生活越过越好，他怎么也能混得忘记了名声吧。闺蜜扑哧一乐，哎呀静静，真没想到你还是个多情的种子啊，不过你也是，瞅瞅你这脸色怎么越来越差了呢？这女强人事业爱情双丰收，不应该是满面春风吗？这气色可比念书那会差太多了。我笑着打她，你还不知道我工作起来就没黑没白，估计是生活不规律吧。不对，闺蜜突然身子作证，你好好去检查水下没有。哎呀，你是不是职业病犯了？我让你陪我喝酒，你又要给我看病是不？闺蜜是一家3甲医院的内科医生，我忙她更忙，3班倒的十分不规律，也是很久没有好好的聚上一聚了。王静，你不是也一直觉得自己没有要上孩子觉得疑惑吗？听我的，趁着这几天空闲，咱们好好的查一查。她握着我的手，指尖微凉，查一查过好多次了，不过我把话咽了下去，为了让她安心。好，怎么了？闺蜜问。我之前不是跟你说赵贺的表妹住进了我家吗？这些行为让我有点怀疑，现在好了，一切都是误会，虽然我心里还有些疑虑，但是只要孩子不是他的，那其他的我们都可以解决，误会就好。闺蜜拿起啤酒打开，来，好久都没聚过了，走一个。我心情不错的跟她碰了杯，可是就在这时，对我遗忘的监控画面突然有了动静。哎，静静，你的电视里放的是什么呀？哈哈，你跟我看这个，你脑子进水了？姐姐我可是知道。闺蜜一边点着我的额头，一边哈哈大笑，我却笑不出来，刚刚好起来的心情猛地又沉到了谷底。她笑着笑着，笑着也觉得不对劲。这，你老公？是的，我像痴呆了一样看着屏幕上的2个人，亲自鉴定中心的人刚给了我一个甜枣，赵和马上又抡起来给我一棒子，我慌乱的关了视频。你还好吗？闺蜜小心翼翼的摸摸我的头，我捂着脸靠在她身上，眼泪顺着指尖流到手心里，又滴落到地上。原来其实孩子不是她的，但他们之间真的有够气。我的5年青春和爱都为了狗吗？我没事，哭一哭，睡醒了又是一条好汉。哎，我在呢，哭吧哭吧。我真庆幸你今天让我陪着你，我一想到你遇到这样的事，我不在你身边的话，我的心都在疼。他安抚的轻拍着我的背，我本来只是无声的流泪，听到他的话，终于搂着他放声大哭。我知道我失去了什么，我也知道我还剩下什么，所以也谢谢你这么多年一直在。我哭着睡着了，醒来的时候灯光昏暗，身上盖着毯子，闺蜜就坐在我身边看着手机。醒了，来喝点水，接下来怎么做？离婚吗？离婚是要离的，但是我要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做。我的嗓子哑得不像话。好，这个我们可以之后再调查，现在你跟我去医院检查一下，我已经找好了朋友给你彻底做一个全身检查。闺蜜担心地看着我，而她的手机屏的页面何然停留在小3位的上位，都有哪些手段？我被她逗乐了。你别笑，咱们是防人之心不可无，谁知道他们到底好了多久了？是啊，我要做的事还真的不少，先乖乖的去检查身体，让他放心，然后再一步步的撕开他们的真相。以前是我太相信他才会没有一点防备，让他们真觉得我是傻白甜，现在我会让他们知道究竟谁才是猎物。也确实我很长一段时间恶心、头晕、皮肤越来越差，甚至身体开始发胖，检查结果也没有意外，跟我之前检查的一样，雌激素偏高，注意休息，饮食清淡，多锻炼身体，再无其他。雌激素偏高，小王，正常人会雌激素偏高吗？闺蜜指着化验单上的一项数据问。当然不会，不过也不排斥偶尔的饮食中会含有雌激素偏高的成分，不过像王小姐这样高的，除非是经常服用口服必要的，而且是那种效果特别强烈，甚至对身体有些微损伤的。我一脑门走雾水，被认都来不及了。我可能吃那个东西呢？你好好想一想，你平时生活中有什么吃的喝的是比较异常的？闺蜜抓着我的胳膊，
紧张地问吃的喝的。我疑惑地看着他，我平时工作忙，赵贺也没那个闲情逸致，每天回家做饭，所以我们有一个固定的阿姨，每天下午来收拾一下卫生，然后做一顿晚饭。不过最近换成表妹，我们吃的都一样，除了每晚上她会亲自端一杯温牛奶给我。她说女人喝牛奶皮肤好，而且有助于睡眠。我确实每天睡得还不错。牛奶，我跟闺蜜对视一眼，看来只要我们稍微留点心，这些可能都是电视剧里完蛋了的小把戏。可怜我，竟然被蒙骗了这么久。于是在我假装结束出差后回到家，真的又享受到了每晚的例行牛奶。我心里疑惑，但还是乖乖的接了，然后找了机会把牛奶倒进了瓶子里。而随后闺蜜带来的检测报告里，短短的几行字真是晃瞎了我的眼，这是避孕药的成分。闺蜜看了化验单说，换句话说，我老公赵贺根本不想跟我有孩子。为什么？回忆像雪片一样铺天盖地的扑过来。赵贺追的我，他说在朋友聚会上见到我，挺漂亮的小姑娘，一个人坐在角落，安静的像你赌睡莲。其实那天我只是熬夜做起花案困了，有点捏而已。但是我继续了这个美丽的误会，成了他的女朋友，又成了他的妻子。赵贺家里条件不好，但他像我的眼里干净清澈，丝毫没有贫穷的瑟缩，也没有公园的忧患。我认准了这个人，甚至愿意不要彩礼，不要婚房，跟他裸婚，我只要他真诚的爱和全心的好。可是现在呢，我得到了什么？闺蜜担忧的看着我，你别想不开。我想不开，当初进公司被同事排挤的时候，我不都咬着牙挺过来了？原来老天给我的磨练，是为了让我此时此刻被最亲密、最信任，甚至想共度一生的人背后，我一盼的时候不那么狼狈。我扯开了一个笑，我不会想不开，而且有事的一定不是我。再次回到家，看着屋子里的一切，好像什么都没变，又好像什么都变了。老婆跟你说个好消息，上个领导往上提了一步，位子就火了。你说咱能不能想想办法，也动一动？他殷勤的给我夹着菜，又殷切的看着我，我心里一动，静静，我的好老婆，你去帮我探探小姨夫的口风，看能不能帮着使劲。你老公我这仕途是否能一帆风顺，就全在此一举了。他伸手揉住我，状似轻易的在我耳边蹭，我打了个冷战，想到他也跟自己表妹这样缠绵，我就忍不住一阵恶心，不着痕迹的躲过他的手，面上却露出一副惊喜。老公真的呀，太好了，你们科里难得有个空位，咱们肯定要使劲的。吃了饭我就去找小姨，不，我现在就去。我抓起外套就冲了出去，真是一刻都不想再跟他待在一起了。原来赵贺的节点在这里，对于他现在的职位，我的小姨夫刚好能助他一臂之力，再升上去，两个人就平起平坐了。估计那个时候就是我在无一丝利用价值，可以一脚踢开并兑现表妹承诺的时候了吧？想得真美。我去找了小姨，当然不是当说客，我把赵贺的出轨并有了儿子的事实一五一十的感觉告知了我的两位长辈，并恳请他们在为我称要做主的同时，先不要告诉我嘛。小姨心疼的揉过我，又狠狠瞪了小姨夫一眼，你们男人没一个好东西。小姨夫委屈巴拉的脸上陪笑，心里却给赵贺暗暗记上一笔，一个害群之马，出轨还害老子被连累，整你都没商量。于是我把心揣回了肚子里，回家对着一脸期待的赵贺笑。小姨夫说会帮忙的，至于是不是帮到忙，那我能告诉你吗？赵贺这边忙或者升职大事，我也没闲着。我开始清算我们夫妻共同财产，260平，大约层一套，现在住整，郊区投资小别墅一套，付了首付还没盖起来。工资卡虽然在赵贺手上，但是我有流水单，大致数目也不难对得上。至于赵贺自己的工资和年结发的福利红包，我都可以忽略不计。此时此刻，我甚至庆幸我没有一个孩子，至少今天他不用面临单亲家庭的风险和伤害，而这样对我的伤害也小了很多。老婆，好像有风声，很快就能出结果了。哎，这段时间可把我累坏了，等结果出来了，咱们好好去庆祝一下。他下班回来，语气亢奋，浑身都散发着人到中年。我把几张薄薄的纸推到他面前，还贴心的附上一支黑色签字笔。你开什么玩笑？是不是我最近太忙了，忽略你了？老婆，好老婆，我向你道歉。你说要我做什么都行，我肯定改。他连桌子都不敢看，慌忙来拉我的手，我轻轻一甩，赵贺，你自己做过什么？还非对我一样一样的说明白吗？你不怕丢脸？我都怕脏了自己的嘴。你在说什么呀？他颤抖着声音，眼神里带着我从未见过的惊惧。真是你不怕？你不怕我？你不怕我？真是可笑啊！难道他从来就没想过会有事发了一天吗？我知道你的表妹其实是我们结婚后你的一个出轨对象，而表妹的儿子其实也是你的儿子。我一个字一个字慢慢的说，声音冷到了骨头里。你不是查过了亲子鉴定，不是我的孩子吗？他脱口而出，是啊，我是查过了。你是怎么知道的呢？我冷笑，那人是不是又给你打电话，敲了你一笔钱？没有，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赵贺眼神躲闪，依旧在狡辩。赵贺真的，我们家的钱虽然暂时交给他保管，但是他的支出往来记录我可都是查得到的。那么熟悉的打款账号，日期又挨得那么紧。那人利用职务之便联系上赵贺，给我来了个碟中谍，收了双分的钱。我花了1周的时间，才从那些杂乱的音频视频里理出了事情的前因后果。原来赵贺跟我谈恋爱的时候，就跟他老家的一个叫李妍妍的小姑娘暧昧着。但是赵贺这个凤凰男，一边殷勤的追着长相普通学弟普通，但是家庭条件还不错的我，一边却还舍不得送上门的漂亮又温柔的小情人，甚至借着回老家的钱跟他住到了一起。而就在我们结婚后没多久，李妍妍就怀孕了，还是个男孩，这只可就包不住火了。他们家都不舍得打掉儿子，于是老娘帮他照顾李妍妍，给李妍妍沉默，
以后买房买车离婚娶她。李妍妍也信了，她很高兴自己扒上一棵扎根在大城市里的大树，只是她也知道自己是因为什么才留住男人的，所以她可以等，但是唯一的条件就是赵贺不能再跟别人有自己的孩子，否则就跑去闹。然后她就数着日子，天天盼着赵贺事业有成，风风光光接他们娘俩去过好日子。可是盼着又盼，除了按时打过来的生活费，男人竟开始推三阻四，那他能干嘛？终于等不及了，直接领着儿子找上赵贺。于是赵贺和他的小情人带着他们的私生子，一边吃着我的住着我的，一边算计着我的财产，还有我家里的人脉关系，还打算吃干抹净，把便宜占到底。赵贺万万没想到，我连这样的事都知道了，可还是抱着侥幸的心理，试图诡辩。静静，你是不是听谁说什么话？我告诉你，是那个女人一直缠着我，她趁我喝醉了陷害我，然后自己偷偷生下了孩子。她说我如果不认孩子，就去单位闹，让我干不下去。醉酒真是背了无数男人的锅。静静，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你原谅我一次好不好？就一次，我保证，我发誓会一辈子对你好。我要再做对不起你的事，就让我冷冷地看着他，没有鼓励也没有阻止。可是这个男人损的发誓都只敢发一半。看一下协议吧，房子归我，车子归我，现金归我，存款归我，有意吗？我懒得再多费一句话。他见我这样不哭不闹也不上吊，顿时如泄了气的皮球，终于重新坐下去，拿起协议看起来。为什么所有的婚内财产我归你？我相当于净身出户。我不同意。我拿出手机播放了一段录音。贺哥，你可别忘了给那个女人吃避孕药。一个女人娇嗔的声音。不会的，我把避孕药放进牛奶里，都给她喝了快3年了，这回估计她想怀都怀不上了。你没看见她现在难看的样子？3年前她要是长现在这样，我说什么也不会看上她的。用我妈的话说，现在也就剩下还能赚钱这么一点用处了。赵贺没想到我连实锤的证据都有，脸上一会红一会白一会青，还挺好看的。最后他颤抖着手在离婚协议上签了字。1个月后见，我呵呵的想。从玄关后批出了一个皮箱，你的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恭喜你，今天终于可以合家团圆了。我真是善解人意的小可爱。看着他拎着皮箱狼狈地走出房门的一瞬间，我心里真是痛快极了。我拖着下巴晃了晃手里的高脚杯，88年的拉菲在水晶杯里折射出迷人的光芒。你怎么能让赵贺净身出户？你让我们怎么生活？让我儿子永远住在租来的房子里吗？电话里气急败坏的女人高昂的声调，震得我皱了皱眉。你们怎么生活关我屁事？那是你儿子又不是我儿子，我儿子啊，我却可能永远都不懂。下班不能太晚，一大堆要求，最后我只能坑自己了，把他放到自己公司里当一个花瓶，让人开除了我。我明天就去你单位闹，去你爸妈家闹，我不好过，你们他妈的谁都别想好。她气焰嚣张的，好像我是抢了她老公的小三一样。你去吧，这样大家就都知道我老公出轨了，小三还是个泼妇。我又抿了一口酒，对面哑火了，然后挂了电话。世界终于安静了。1个月后，民政局门口，我光鲜亮丽的站在温暖的阳光下，看着手里暗红的离婚证书，我长长舒了一口气，仿若重生，再次听到赵贺的消息。是在过年的时候，推杯换盏间，酒桌上的小姨夫一脸神秘，开始给大家爆料，那个赵贺和倒了大霉了。他知道失了小金这个关系，我不会再给帮忙，竟然把自己的情人送到了一把手的房里，来了个仙人跳。结果你们猜怎么着？这是被一把手突然回家的老婆给撞破了，当场就报了警。偷鸡不成18米，差点没被整死，估计没几年出不来，这辈子也就完了。小情人据说孩子也不要了，连夜就跑了，好好的一手牌打个稀烂。小姨伸手揉过我，哼，他没那个福气。感谢我的家人，在我婚姻失败遭遇渣男的时候，一直在我的身后默默的支持我。后来小姨跟我说，我妈担心的好几个晚上都睡不好觉，又不敢问我，只悄悄算了算手里的资产，说以后我不想结婚，没孩子养老也没关系，他们手里的钱够我下半辈子的，我还能说什么？好好锻炼身体，努力赚钱呗，为了我爱的人和爱我的人，好好的生活，全文完。